笑光闪送，我是你们的闪闪。无职转生的第3季已经播了1个多月了，咱们最爱的狂犬爱丽丝也终于修仙归来。是关中王来了。不仅把鲁迪的真老公地位做得死死的，更是带着全剧最硬核的剑士天团，直接把战力上限给拉爆了。但不得不说啊，这是因为剑士可不是人人都是鲁迪这一边的。毕竟有人练剑的唯一动力是为了脱单把妹，有人是为了开绝对领域酷炫装逼。虽然咱们的爱丽丝名义上只是个剑王，可在床上在实战里实实在在摸到了神级门槛的。好了，废话不多说，今天咱们就来个一口气看上无职世界里11位最强剑士的实力，赶紧开启小铃铛，点赞订阅吧，我们马上开整。在看这群剑士神仙打架之前，咱得先明白这世界的剑术流派是怎么回事。很多漫迷可能会纳闷，凭什么普通人用剑能把几10米高的岩石当豆腐切啊？为啥我做不到呢？答案就是开 buff， 也就是所谓的斗气。做不到的原因很简单啊，现实中没有。简单来说，斗气就像是把体内的魔力像涂漆一样刷满全身，只要开了斗气，你就能获得自带把体力大专飞、移速挂逼以及物理防御大大提升的超级血条。不仅肉身变异，连你手里的铁剑都能被附魔成不损神器。可以说高阶剑士对决本质上就是比谁的魔力挂刷得更厚。而在斗气的加持下，无职世界演化出了3大主流剑术。有趣的是，这3大流派简直就是一套完美的剪刀石头布相可怜。首先是剑神流，极致的玻璃大炮，莽夫的快乐源泉。剑神流的宗旨只有8个字：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他们完全放弃抵御，追求极致的攻速与伤害。其招牌大招光之太刀，本质上就是把挥剑速度拉到接近光速，挥剑瞬间甚至能把周围的光线折射出物理奇观。说实话，做这个设定的作者确定不是 DNF 的粉丝吗？在无脑莽夫剑神流面前，讲究花里胡哨的北神流往往还没掏出刀具就被一刀劈成了2半。其次是水神流，只狼玩家的终极梦想，绝对放反打铁流。水神流是剑神流的天然克星，水神流剑士个个都是预判大师，他们不主动攻击，而是通过眼睛、呼吸，甚至对方抬屁股的动作预判招式。你剑神流不是快吗？水神流直接摆好防守姿势，在你出剑的瞬间完成极致招架加反击。剑神流的光之太刀遇到水神流，就像打在棉花上一样难受。所以王宫卫兵和保镖大多都是水神流，主打一个稳健。最后是北神流，老六剑法，能用石灰粉绝对不拔剑。北神流由初代北神和不死魔王所创，核心思想只有4个字：能赢就行，管你什么剑道精神，老子用双刀埋陷阱扔烟雾弹，甚至抓人质当肉盾，只要能弄死你本专也是好剑法。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阴险老六打法，刚好能把靠预判吃饭的水神流心态搞崩，堪称水神流噩梦。但要是碰上剑神流那种1秒砍你800刀的绝对速度，北神流的花招还没耍完就被秒了。至于所有剑士心目中的圣地，剑之圣地，那简直就是个高压修罗场，坐落在中央大陆冰天雪地的悬崖上，全村人不是在练剑，就是在去练剑的路上，识字率低得令人发指，纯纯的一群武痴。而咱们的爱丽丝就是在这个地狱道场里完成了从豪门大小姐到狂剑王的终极蜕变。搞懂了3大流派的底层逻辑，接下来咱们就正式进入11位最强剑士的盘点环节。首先出场的是咱们最熟悉的剑之圣地修仙组以及他们的硬核导师组。基列奴作为剑神加尔的首席大弟子，早年在保罗的 S 级冒险队伍里就是绝对的战力担当。这姐们儿不仅拥有兽族顶级的听觉与嗅觉，右眼还是天生能看清魔力流动的神级魔力眼，手持魔剑瓶中一招光之太刀玩得炉火纯青，看招式就知道他是剑神流传人。但人无完人啊，老天给了他爆表战力，却顺手抠走了他的智商。早期的基列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文盲加算术废柴，后来被伯雷亚斯家收留，一边当护卫一边教爱丽丝练剑，顺便跟着鲁迪进行义务教育扫盲。在阿斯拉王位争夺战中，基列奴为了给爱丽丝的爷爷报仇，直接化身狂犬复仇者，配合鲁迪一行人手刃仇人大流士，并参与围杀了北迪奥贝尔。战后他顺理成章挂牌成为阿斯拉骑士之一。剑神曾明确表示他有成为剑帝的资质，但这姐姐直接给拒了。别劝，劝就是不想读书，毕竟这道题太难了。
第二位是前任剑神的宝贝女儿妮娜。作为剑之圣地的第一掌上明珠，妮娜从小就在无数人的追捧中长大，年纪轻轻就升到了剑圣，然后就犯了所有大小姐都会犯的错，自以为天下第一。结果她一进圣地，爱丽丝当众把她按在地上一顿暴锤，妮娜当场破防，直接开启了小气鬼排挤模式。但真正让她三观崩塌的是后来亲眼目睹鲁迪一记爆裂魔法把魔王巴迪港地打飞的场景，妮娜当时就傻眼了，你们这夫妻俩是专门来圣地降维打击的吧？不过妮娜这人能处，破防后瞬间认清现实，和爱丽丝、伊泽露提组成了圣地姐妹花。最离谱的是，她和表弟奇诺谈起了恋爱，还给奇诺下了定速巡航，打赢我爹我就嫁给你，一句话直接激活了奇诺这个怪兽级舔狗。奇诺干碎老剑神后，妮娜顺理成章成为剑帝，但结婚后的妮娜非常通透，直接选择封建退圈，安心相夫教子。剑帝算什么？老娘要回家带娃。第三位是水神流的当家花旦伊泽露提。作为前任水神的亲孙女儿，伊泽露提是水神流天赋最高的继承者。在圣地切磋时，她曾用极致防范把当时还是剑圣的爱丽丝轻松碾压。然而这位妹子是个极其虔诚的米里斯教徒，奉行铁打的一夫一妻制。当他得知鲁迪已经娶了俩老婆，还打算把自己的挚友爱丽丝娶回去当三老婆时，当场气得三观全碎。鲁迪，你这个渣男，你居然敢玷污纯洁的爱情！不过后来在阿斯拉王位争夺战中，王国的白金骑士杜嘉对他一见钟情，为了满足水神流伴侣必须放弃身份的苛责习俗，杜嘉当场表示愿意放弃七骑士的至高荣誉。伊泽露提被这股纯爱傻劲深深打动，两人喜结连理。战后他顺利继承了水神称号，掌握了至少3种水神流晋级奥义，堪称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典范。第四位是北神流的奇葩代表孔雀剑北迪奥贝尔。这哥们儿啊，穿得像个五彩斑斓的狂欢节小丑，嘿嘿。打起来却像个阴险极致的忍者，他擅长伪装埋伏扔烟雾弹，还能同时耍长短双刀搞偷袭，受剑神所托。他曾在圣地教过爱丽丝北神流的下三滥套路。初次见爱丽丝时，爱丽丝那一身野兽杀气，把诸位北帝都吓得脊背发凉。这妹子不是人，是一头必须弄死的猛兽啊！在阿斯拉王位争夺战中，受过于敌方的他化身逃跑大师，3次从鲁迪等人的必杀围杀中全身而退，生存能力堪称满级。然而老六终有吃瘪时，在护送大流士逃跑途中，他被鲁迪基列奴、爱丽丝师徒3人堵在巷子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1v3挨揍环节，最终双拳难敌六手。这位孔雀北帝战死沙场，走完了他阴险又绚丽的一生。重头戏来了，咱们的绝对主角狂剑王爱丽丝，在经历了赤龙峡谷的绝望后，爱丽丝毅然离开鲁迪，前往剑之圣地，开启了长达5年的血汗修仙。不仅拜剑师为神，还跟北帝学老六招式，跟水王学防范，硬生生把自己练成了集3大流派于一身的近战大魔王。手持能无效化斗气与魔力的超级神器凤雅龙剑，加上另外一把魔剑侯底，直接在龙神2战中砍伤了全剧战力天花板龙神。很多人问，爱丽丝实力这么强，怎么到死都只是剑王，连剑帝都没升？因为她根本不在乎头衔。按照圣地规矩，想升剑帝得打选拔赛，但爱丽丝的目标只有一个，能砍死想砍的人，保护鲁迪就行。论战术和大范围魔法，加上魔导凯的鲁迪可能整体更强，但如果论近身纯肉搏，爱丽丝绝对是顶尖的单体近战杀神。特别是在婚后的夫妻私生活里，肉食系的爱丽丝全程掌握绝对主导权，弱气鲁迪只能沦为被榨干的弱势一方，简直是强悍又可爱，嘿嘿。这
这哥们儿身份可不简单，他是不死魔族的混血，同时融合了水神流与北神流的精髓，自创了迷幻莫测的幻火剑，还拥有能看破虚妄的空绝眼。在魔大陆打败前任死神后，他顺理成章登上了列强第5的宝座。但山珍海味吃多也会腻，兰道夫表示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没法过了，于是他隐退跑去王龙王国当起了厨师，后来和西龙王国的帕库斯王子结为知己，甘愿当他的保镖兼私人厨师。虽然因为长期沉迷做菜导致刀法生疏，实战打折，但只要没人能击败他，他依然是稳坐第5位的死神。后来帕库斯自尽，兰道夫发誓守护其妻儿，还赠送给鲁迪前任死神的古剑，为后来鲁迪讨伐冥王立下了汗马功劳。别看她现在是个干瘪老太婆，年轻时也是个风姿卓越的美女。作为水神流的集大成者，她独创了水神流第6大奥义剥夺剑界，这招堪称无纸板的绝对领域，只要她摆出姿势，以她为中心的一定范围内，任何人只要产生丝毫攻击念头，就会瞬间被她切成碎片，连赤甲龙王来了都得抓瞎。然而这位水神却是个彻头彻尾的恋爱脑，因为小时候被大臣大流士救过，他一辈子深爱着大流士，甚至被人神蛊惑，甘愿被利用去阻碍艾丽尔登基。在阿斯拉王宫决战中，列达老太太开出剥夺界限，疯狂装逼，把鲁迪一行人逼入绝境。结果下一秒，赶来支援的龙神奥尔斯蒂德直接出手，连招都没用，瞬间把这位水神给秒杀，堪称全剧开打前有多帅，死的就有多快的典型代表。作为初代北神和不死魔王阿托菲的儿子，这哥们儿体内流着极其强悍的不死族血脉，肉度堪称核武级。他不仅精通北神流奥义，还曾持有最强魔剑王龙剑。后来他把王龙剑和北神的名号传给了儿子，自己跑去当了佣兵，最后化名香杜尔，成为艾丽尔女王的黄金骑士团长，又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主儿。在决战中，面对身穿终极神装斗神铠的魔王巴蒂冈蒂，香杜尔硬生生扛下了毁灭级的暴打，竟然还没死，靠着无敌的恢复力与肉度，证明了什么叫血条后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这哥们儿是个典型的中二病晚期，一心想摆脱祖父和父亲的光环，梦想打倒最强龙神，成为史上最强英雄。他拿着能控重力的王龙剑，靠着北神流和半吊子的不死血统，一度登上了7大列强第7位。结果在决战中，他遇到了穿上魔导铠的鲁迪，鲁迪靠着技术支援和硬核装备，硬生生把他按在地上摩擦，直接夺走了他的列强第7的宝座。战败后的北神3世不服气，穿上斗神铠想背水一战，结果遇到了赶来的龙神降维打击，这一打反倒把水神3世打清醒了，对龙神来了个黑转粉，变成了龙神的狂热迷弟。为了防止他反水，龙神封印了他的右臂，收他做下手，从此开启了他的996日常。加尔年轻时也是个主角模板，但早期挑战龙神被惨败虐杀后，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从此一辈子以龙神为目标苦练。他不仅精通剑神流的光之太刀，水神流达到了水地水平，北神流也玩到很溜。然而这位不可一世的老剑神后来在剑之圣地被自己的徒弟奇诺当场干碎，失去了剑神的头衔。这一败直接让加尔道心破碎，彻底怀疑人生。为了寻求击败龙神的机会，加尔加入了人神阵营，对抗鲁迪和龙神。在最终决战中，面对爱丽丝与瑞杰路德的围攻，加尔因为心理崩塌，竟然不敢使用自己苦练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剑神流，转而使用了水神流，结果被爱丽丝和瑞杰路德轻松反杀。一位一代传奇剑神最终因为丧失自信，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令人唏嘘不已。最后一位也是全剧最具爆点的奇葩，新任剑神奇诺。这哥们儿原本是个毫无梦想的摆烂宅男，
练剑只是因为父母逼得紧。然而在和表姐妮娜朝夕相处后，日久生情，朝着德国骨科的方向一路狂奔。加上老剑神加尔也适时拱火，想娶我女儿，答应我再说。好家伙，这一句话直接把奇诺的纯爱战神形态给彻底激活了，开启了地狱式的魔鬼训练。在极短的时间内，他的潜力全面爆发，直接在道场里把老丈人加尔给一刀干碎，登顶7大列强第6位，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剑神。虽然奇诺终身宅在剑之圣地不出门，被外人戏称为历代最弱剑神，但他的实战战力简直恐怖到令人发指。在后来的蛇族篇切磋中强入爱丽丝，在奇诺面前仅仅2招就被重创。在模拟战中，奇诺更是以压倒性的速度和精确度秒杀北神3世。别惹纯爱战神，为了娶老婆，他真能把这个世界给爆砍。好啦，以上就是无职转生里11位顶级剑士的全部解析，你最喜欢哪一位？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喜欢闪闪，别忘了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我是你们的闪闪，带你们闪现2次元，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